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esting Mary Crystal 啊。有好多人問我咧，用奧地利呢個配額移民到奧地利，其實要用幾多錢，同埋咧之前嘅準備要幾耐時間啦，同埋要注意啲乜嘢喎。所以咧，我希望拍呢條片去解答你哋嘅問題。但係睇完呢條片之後，都仲有問題咧，可以留言問我㗎。首先，我哋講下錢先啦。咁大家去準備呢個移民嘅時候咧，當然要揾一間移民公司或者係律師幫你去搞啦。咁唔同嘅中介嘅收費當然唔同啦。咁大家可以好好比較下。但係喺簽約之前咧，有啲嘢大家可以問清楚嘅喎。例如呢個配額移民通常咧就會批1年先嘅，跟住就會再續1年。喺第2年之後咧就會批3年。咁喺總共5年之後咧，如果大家可以順利考到 B1 嘅話咧，就應該可以攞到永居嘅。而我自己咧已經嚟咗1年，續咗第2年嘅證㗎啦。之後等我有多啲續證嘅經驗咧，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嘅。所以喺簽合同之前咧，就要問翻個移民公司同埋律師，你哋俾嘅費用淨係第1年嘅申請啊，定因為係包埋後邊嘅續證？而喺申請嘅時候同埋攞證嘅時候，係咪真係會有一個人陪住你哋去做呢樣嘢嘅咧？呢個好重要㗎。以我自身嘅經驗咧，當你第一次去申請嘅時候，就算你德文已經有 A1、A2 啦，其實咧都好難去溝通，同埋咧奧地利嘅德文咧，同埋你上堂學嘅德國德文咧係有啲唔同㗎。而喺奧地利唔同嘅地方，例如我而家住緊嘅 Tirol 啦，或者喺維也納，佢哋講嘢嘅口音係好唔同㗎。喺 Tirol 嘅人嘅口音咧都幾難聽㗎，所以真係有個人出現陪你去申請咧係好重要。另外要問清楚咧，就係如果申請唔成功嘅話，佢哋應該會點做啦？係會下一年幫你繼續申請啊，定係話退翻啲錢俾你啊？定係話係冇㗎啦，你啲錢俾咗咧就收晒㗎啦。當大家知道呢個答案之後咧，另一個跟進嘅問題就係要問清楚，如果你係一家人，例如好似我咁一家4口啦，只係得1、2個人申請成功，咁又點樣處理呢？因為奧地利呢個配額移民咧，真係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配額㗎。我舉個例子啦，如果香港有10個配額嘅話，之前個8個俾另外啲家庭攞咗啦，你只係攞到2個配額，咁點算呢？呢啲問題就要問清楚你嘅移民公司或者你揀嘅律師啦。咁好啦，當呢啲問題都解決晒，大家簽好個合同啦，咁個價錢大家就心中有數啦。但係真係申請嘅時候咧，其實有啲隱藏嘅費用，大家要知道去預備呢一筆錢㗎。佢哋咧就係租屋嘅錢同埋保險嘅錢。因為呢個移民計劃咧，確保你嚟到奧地利嘅時候，即時咧係有地方住嘅，同埋咧你係有保險去保障嘅。所以咧喺你申請嘅時候咧，呢啲嘢咧就已經要預備好㗎啦。即係當你申請時嘅1月1號，你嘅屋租同埋保險咧就應該要預備好㗎啦。而喺奧地利咧規定每個人居住面積咧係有25個平方米㗎喎，所以租屋嘅時候真係要根據你嘅人數有翻咁大嘅屋啦。所以咧就唔可以話租一間好細嘅房啦，或者淨係一個郵箱咁係唔得㗎。咁大家都知屋租咧喺唔同嘅地方差異咧就好大嘅。咁大家可能預計一個人咧就要200至300歐每一個月係俾屋租㗎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係一個人或者2個人，呢個平均費用咧係會比一個4人家庭啊、5人家庭係高啲嘅。咁可能就會預翻300至400一個人。至於保險嘅話咧，呢度嘅保險都好貴㗎。一個大人每個月咧要400至500歐，而小朋友咧應該可以平100-200歐左右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就計下數咯喎。從1月份咧，你就要開始俾呢筆錢㗎咯喎。咁當6月份批咗俾你啦，咁呢度就6個月啦。咁喺批咗之後咧，就會俾6個月嘅時間你去準備啦。咁喺6個月之內咧，你就要嚟到奧地利呢邊㗎啦。咁我當你好唔捨得香港啦，用盡呢6個月，即係話呢個屋租同埋呢個保險咧，由1月份俾到12月份。當你嚟到嘅時候，你當然可以停咗份屋租啦，去租翻你自己想住嘅地方。咁所以屋租你就當12個月啦。至於保險咧，嚟到之後當然可以申請翻當地人嘅保險啦。咁呢一個咧係可以平好多嘅。但係當你申請完之後要等6個月先可以生效㗎，所以之前嗰一份好貴嘅保險係要 keep 住6個月㗎。咁所以咧總共係18個月。咁計下數咯喎，屋租咧每人就係250每一個月啦。咁乘12咧就係3000。咁保險咧就係450一個人一個月啦。咁乘18個月咧就係8100。所以到總共每一個人要用嘅錢咧
大概就係11,100歐羅啦。而喺中間申請嘅時候，你可能要搞啲翻譯啊，或者係申請嘅費用啊，或者一啲律師加簽嘅費用啊，呢個咧就唔多嘅，大概你預300歐一個人啦。而呢啲錢咧未必會包喺你哋嘅合約裏邊，可能係你哋冇預計嘅，所以我希望喺度話俾大家聽，令大家有個預算。咁講完錢咯喎，咁要預計幾多時間去申請呢？咁就好取決於你需唔需要考呢個德文 A1 試啦。咁如果小朋友係15歲或以上呢，就需要考呢個 A1 試噶啦。咁但係有大學畢業嘅話呢，就可以豁免啦。但係呢個大學一定要讀多於3年㗎。我之前就犯咗個錯誤啦，因為我本身有個 master 學位嘅，我知道 master 梗係勁過 bachelor 啦，咁我咧就將我個 master 學位交出去，個律師就話：喂，唔得喎，你個 master 做咗2年嘅啫喎，我哋一定要係一個大學學位讀咗3年。咁我記得係我讀大學嘅時候，其實有啲人咧係插班嘅喎，大學2年級咧插班入嚟嘅。如果你都係咁樣嘅插班生嘅話咧，你大學只係讀咗2年啦。記得同翻個 agent 或者律師去溝通翻，係咪要考個 A1 啦？如果要考 A1 嘅話咧，香港就會將呢個 A1 嘅課程分為 A1-1-2-3-4 咁樣嘅。而每一個課程，如果你一個星期上3個鐘頭咁話啦，通常要上2至3個月，所以要考完一個 A1 嘅話，大概都要1年㗎。但係如果你自己比較勤力啲啦，又出去補習嘅話咧，可能咧半年都 OK 嘅。咁覺得好彩，唔需要考呢個 A1 試咧，預嘅時間就可以少啲，大概半年左右。而大家呢個大學嘅證書同埋 transcript 咧，係需要揾律師去加簽㗎。如果你係啲外國嘅學校咧，有陣時咧佢哋唔覆個律師嘅話，都會搞好耐嘅。咁所以盡快去做一個驗證同加簽嘅程序啦。而另外一個大家要預備好嘅話咧，就係要俾奧地利政府睇到你有一筆嘅生活費，可以支撐你喺呢度5年嘅生活。因為呢個奧地利配額移民咧，係喺5年唔可以做嘢㗎。而奧地利政府要求呢筆錢咧唔係好多嘅啫，但係佢會要你證明呢筆錢係正當嘅錢啦，同埋唔係突然之間入落你個戶口裏邊㗎。咁如果你打算俾你而家用緊嘅儲蓄戶口俾佢睇啦，咁當然冇問題。咁你可以好簡單問銀行攞翻一封信，證明你呢筆錢喺你個銀行裏邊已經好耐啦。咁但係如果你想開一個新嘅話咧，你就要預多啲時間。好似我哋申請嘅時候咧，就要求我哋有呢筆錢多於半年啦。咁喺申請期間咧，問你更加多嘅資料啦，要我哋去證明呢一筆錢喺我哋銀行裏邊已經多於1年㗎。咁大家都知移民嘅嘢，就算係一個政策去審批你個申請嗰個人啊，佢都係有權去問你攞更加多嘅資料㗎。所以咧喺提供呢個生活費證明呢一方面咧，大家都要去周詳計劃一下啦。除咗以上講嘅嘢之外咧，大家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喎。雖然我自己冇經歷過，我亦都冇聽見身邊嘅朋友有啦。其實咧，我哋都有權去抽取某一啲人嚟去面試嘅喎。希望呢個分享咧，令到大家有更好嘅準備啦，唔好突然間超出你嘅預算啦，或者因為一啲突發嘅事件令到大家申請唔到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關於奧地利配額移民嘅資料咧，可以睇翻呢條片。臨走前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開埋個鈴啊！拜拜。